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台风过后，台北是阴雨绵绵，所以没办法出游。我今天就来到虎山溪自然步道，在这边做 Tony 开讲。不过大家可能听得到雨水滴滴答答的声音，那不晓得收音效果好不好？不过这声音比起夏日蝉鸣，我觉得这样反而是比较好。那我今天 Tony 开讲要谈的主题是法家思想。那我最近在谈孔子思想，那很多观众就留言说，那能不能谈一谈墨子思想？能不能谈一下老庄思想？能不能谈一下佛家思想？我们都蛮想了解的，但是就是没有人提到能不能聊一下法家思想。所以我想，法家思想应该大家都很讨厌，没有人希望我讲。但是我觉得儒家思想、法家思想就像是难兄难弟。那我今天就为难弟来讲一些公道话吧。因为毕竟法家思想跟儒家思想是有渊源的。战国时代著名的2位法家韩非、李斯，就是大儒荀子的学生，所以法家思想跟儒家思想是有亲戚关系的。韩非的著作《韩非子》就是当时集法家思想大成的一部巨作。当时的秦王政，就是后来的秦始皇，看到韩非的文章的时候，竟然感叹地说：“如果我能够见到这个人，跟他交友的话，那我就算是死了，我也甘愿。”后来韩非终于有机会到了秦国，那秦王政也有机会见到韩非。不过韩非后来被同学李斯给陷害，最后死在秦国的监牢里面。李斯后来就当上了秦国的丞相，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。韩非、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。那荀子是主张性恶论，跟孟子的性善论刚好相反。那我们当然都知道，后来性善论成为儒家思想的主流，那性恶论就成为法家理论的思想基础。法家认为人性本恶，所以用儒家那一套性善论，用儒家那一套礼教来教导人民，那是不可能能够治理成功的。必须走向法治，用法律来治理人民。这样的思想跟西方基督教的原罪思想理念是蛮相通的。基督教的原罪是什么呢？就是亚当夏娃不听话，偷吃禁果，结果被上帝驱逐出伊甸园，来到人间受苦受难。所以人必须悔改，必须忏悔，才能重新获得救赎，才能够再回到天堂。那这就是基督教的原罪思想，认为只要是人，就有犯罪的因子。所以后来在文艺复兴之后的理性时代，西方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建立现代法治及权力制衡的现代民主制度，这与法家的性恶论彼此的理念是契合的。后来中国禅宗的思想则是吸收了孟子的性善论。虽然禅宗是达摩祖师从印度引进到中国，但事实上这个思想是经过改造而中国化，所以六祖坛经也成为中国本土唯一不是佛陀说法的佛教经典。我们都知道禅宗谈明心见性，那这个性当然是指性善，不然你明心之后看到却是性恶，那你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。所以禅宗思想认为一念之间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人人可以成佛。就犹如孟子说，人人可以成为尧舜，因为人性本善，你只要找回初心的善，那么你就可以成佛，就可以成为尧舜。但是基督教的原罪思想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因为人就是有原罪，就是有犯罪的因子，是性恶的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自己救赎，你一定要透过上帝才能获得救赎。那法家思想也是一样，人不可能透过自己的道德良知，然后就成为一个圣人。即使有极少数的人做到，但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，所以只能用法律来管理国家，用法律来治理人民。光靠儒家那一套是不够的。所以中国古代的帝王虽然遵从儒家，但事实上是儒家法家并用，有时候对法家的喜好可能还胜过儒家。那为什么现在社会大众感觉好像大家都很讨厌儒家，也很讨厌法家呢？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。
儒家、法家就像班上的风纪股长，一个叫鲁鲁米，一个叫法兰克。那2个人一正一负，一个唱白脸，一个唱黑脸。班上有人违规了，那鲁鲁米会去做道德规劝，那好好的劝他，叫他要守秩序。那被指正人当然会觉得这个人唠唠叨叨的，很讨厌。那法兰克呢，是有人违规我就记点，记满10点，那你就会被老师罚站，或是罚去扫厕所。所以法兰克更讨人厌。可是有时候风纪股长没有把班上的秩序管好，整个教室乱哄哄的，那大家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读书。那老师看了也很烦恼，也很心烦。他就想说，那可能这2个人不胜任，那我换个风纪股长好了。那老师就看到坐在教室后排的一位小庄同学，老师就说：“小庄，你有没有兴趣当风纪股长？”那小庄一听，马上就说：“老师，抱歉，我现在内急，我必须要上厕所。”然后就尿遁了。那老师只好再看过去，那边坐窗边的有一位小佛同学，那就问小佛：“你有没有兴趣当风纪股长？”那小佛就嫣然一笑。就很有礼貌的回答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我没有兴趣。”然后他头就转过去了，就望向窗外遥远的西边，远远的西边那边有美丽的云朵。那老师想一想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这时候就有一位小莫同学，举起手来自告奋勇：“老师，我可以当风纪股长。”那老师想一想，这不太好，因为这个小莫呢，平常想法跟老师都不太一样。譬如老师有一次勉励大家要好好读书，这个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小莫竟然举手来呛我说：“老师，你这样讲是不对的，为什么要成为人上人呢？我们应该人人平等。那有能力的人应该是要去帮助没有能力的人，让大家的能力都达到一致。那你怎么会鼓励大家去成为人上人呢？”老师一听，这也蛮有道理的，我没办法反驳。那老师有一次考试完了，当然就发成绩。那老师就把成绩做排名。这次考试第1名的是鲁鲁米，第2名的是法兰克，然后就一路排下来。那小莫同学又举手了，就跟老师说：“老师，你为什么要用成绩来排名呢？为什么要把人分等级呢？那你这样给他分等级，然后勉励大家要努力的去超越别人，那我觉得这样的想法不太对。”老师被小莫同学这样一讲，也觉得有道理，也没办法反驳。但是老师就想一想，那小莫同学的想法这么奇特，如果让他当了风纪股长，那不知道会搞出一些什么样的管理秩序来，那我也不太放心。所以老师想了想，那我还是让鲁鲁米跟法兰克继续当风纪股长好了。那这个班上的同学，大家都非常喜欢小莫，因为小莫非常有爱心，乐于助人。那大家也蛮喜欢小庄同学，因为班上不管怎么吵，小庄同学就是能够很淡定，风轻云淡，尘沾不上心头，所以大家觉得他的定力非常好。那大家也蛮羡慕小博同学，觉得教室乱糟糟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那就会学小博，站到窗户旁边，然后望向西方美丽的云朵，这样子也能够忘掉烦恼，忘记教室里面的吵闹。所以鲁鲁米、法兰克这2位负责维持班上秩序的同学就最倒霉，尤其是法兰克，在班上的人缘最差。那法兰克就是法家，从古至今都被人讨厌。即使到了今天，我们每次做民调，司法人员的不满意度总是很高。我打官司打输了，那我就批评说这是恐龙法官的恐龙判决。我打官司打输了，那我就会说有钱判生，无钱判死。这法官一定是收了贿，所以才会判我输。有些人作弊违法被抓到了，他也会理直气壮地说，别人也有作弊，为什么只抓我不抓别人？所以这是司法不公，这是司法迫害。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司法人员都没错，因为司法人员也是人，那只要是人，人性本恶，那司法人员当然也会犯错或是犯罪。我强调的是，有些黑是黑得过头，甚至黑到严重的脱离事实。而之所以如此，
正是因为国家的治理，儒家、法家都实际在扛业绩、扛责任，所以也成了众矢之的。有理的箭、无理的箭，还有湖里头的箭，都会向他们射过去，而蒙受了不白之冤。以上就是我今天的Tony开讲，聊聊儒家的烂地法家。那我的开讲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